各位，昨天啊，也就是星期天，从推特到新浪微博一片欢腾，很多人奔走相告啊，就差点蜡烛放鞭炮了。为什么？因为我的推特啊被永久封杀了。想想4年前我被中共的网信办、新浪微博还有腾讯的公众号封杀，4年之后，我现在又被马斯克给封杀了。有人说啊，我是被中共和马斯克同时封杀的第一人。我猜我肯定不是第一人啊，肯定很多人在微博上也被封杀过，在推特上也被封杀过。但是像我这么大号、有这么影响力的啊，同时被中共和马斯克封杀的，应该确实是第一人。推特上的很多反贼啊，主要是说，你看这小子天天说话阴阳怪气，小骂大帮忙，拿着中共的钱在我们海外啊这个信息市场搅局，把我们反共大业啊掀得天翻地覆，活该。而微博上的小粉红啊，他们都说，你看王局这个人，政府处理他，他就走上了汉奸卖国贼这条道路，跑到海外去了，带入党。结果呢，他以为在海外有言论自由，你看看现在被马斯克收拾了吧？星期五刚做了一期节目拍马斯克的马屁，结果呢，话音未落就被马斯克给消灭了，活该，大快人心。你看我平时啊，这个在推特和微博上得罪了多少人，所以你看我被封杀之后啊，给多少人带来了快乐啊。不过我今天也想讲一讲这件事情啊，我觉得这件事情不仅仅事关我自己。你想想我这个号啊，73万粉丝，在简中推特上排名，我个人觉得应该在前5名，一夜之间就没有了，而且连个通知都没有。我觉得这个不是我自己的事情，到底什么规则？到底依据什么东西把我给封杀了？你总要做一个解释和说明吧。如果要是可以无缘无故的封杀，那不跟中共一样了吗？我从中共那样的一个环境到了推特这样的环境，还被封杀，规则都一样的，那我们争取的言论自由又在哪儿呢？所以我觉得这不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也想讲一讲我被封杀这件事情的公共价值啊。我呢是星期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发现被封杀。当时打开手机一看啊，被封杀了，我还很意外。因为我平时在推特上说话是不太讨很多人喜欢，很多人讨厌我啊，因为我说话喜欢阴阳怪气嘛。但是总体来讲，我第一我不骂人，第二呢我也不拉黑人，第三说实在的，我说话的那个言论总体来讲比较温和，不极端。这种啊，跟我当年在微博被封杀的时候心情一样。我当年微博被封杀的时候，也是早上起来一看，微博没了，大号小号同时都炸了。我当时也极为震惊，为什么？因为我当时在新浪微博发言的时候啊，也很小心，因为我在央视工作，后来出来做局面啊，这节目啊，我自己其实是知道的，在新浪微博这样的平台，我的影响力又比较大，600-700万粉丝，我不可能说一些特别极端的话。所以我平时说话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温和理性嘛，也比较中道嘛。也正因为如此，两边的人都不太喜欢我。但是我的观点总体来讲不极端，但是突然一夜之间就被炸号了。你想想，几乎相同的观感和感受，是吧？事隔4年，历史又重演了。我当时就赶紧起床看一下邮箱，看看这个推特怎么给我讲的。打开一看没有。我就更奇怪了，你想想，当年微博封杀我的时候，他还给我发条私信，说你呢，由于违反有关国家的法律规定，我们对你进行永久封号。你还告诉我一声，但是推特呢，告诉都不告诉我，那太牛了，是不是？我还把我好几个邮箱都看了，通通都没有。这个时候呢，因为我马上要出门，因为我约了上午那驾校的练习，我的那个驾驶照啊，我已经考了好几次了，都没考过。明天呢，就星期一呢要考试，我呢就今天又约了驾校去练一练。在出门之前，我就匆忙之间写了一封申诉信。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封杀我，你总要告诉我，我到底是因为什么被封杀了吗？到底是哪一条帖子违规了？我呢，我也想申辩一下，我也想解释一下。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你就把我封杀了，对吧？就在这个时候，那个李老师呢也给我发了信息说，王军你被封杀了。我呢就委托他给我发了一个声明，因为我这个号毕竟在推特上影响力也比较大嘛，被封杀之后呢，大家也莫衷一是，我就发了一个声明。
我认为我没有做任何违规的事情，我也认为对我的封杀没有道理。我是2019年注册了推特，在此之前呢，我没注册过推特，有的时候上来看一看，因为当年更早的时候，我基本是在央视做主持人，后来出来做局面，不太敢翻墙，我翻墙很少的，偶尔翻一翻看一看。当时我在境内的很多微博的影响力也比较大，有人给我建过从微博到推特的那个直播间，还有人给我建过很多假号，但都不是我自己建的啊。为什么不太敢在推特上建号？其实心里还是怕嘛。因为境内的人在推特上，不管你发什么言，你只要在推特上建一个号，说实在的就犯忌。更何况我的身份呢？不管我是在央视的身份啊，还包括后来在新京报的身份呢，都不合适。所以我偶尔上推特上去看了一眼，我不敢注册。另外一个方面，说句心里话，推特上的言论呢，我也不太喜欢。第一呢，我就发现很多狂推；第二呢，就是这个脏话连篇；第三呢，就是谣言满天飞，看了之后让人害怕。我相信很多境内的人呢，看到推特一开始的第一信息，跟我的现在的观感是一样的，就觉得这个信息这个圈子太可怕了，没有什么有营养价值的，所以我对推特没有什么好感。那么后来为什么2019年的时候我建一个推特呢？是因为我在微博被封杀了。封杀的时候，我在微博上就有很多谣言，说我在美国参加6·4集会，参加6·4会议，于是呢被封杀了。当时我在新浪微博上建一个小号被封一个，建一个被封一个，我想自己辟谣都不行。但是我觉得委屈啊，因为我明明没有参加什么6·4集会嘛，那你栽赃我参加6·4集会，那你肯定是想置我于死地。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内地里头，如果你要是涉及到6·4的事情，肯定是万劫不复。那我觉得我需要来澄清，那怎么办呢？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推特上建一个号，我在推特上发一个声明，说我没有在美国参加6·4集会，有人造谣的，我保留采取法律措施。最早就是这个原因上了推特，但是发完这个声明之后啊，说实在的，这推特我也没有更新，为什么？就是不太敢。我在境内如果还想未来继续做采访，我就不能在推特上随便发言。所以你现在就可以看一下那些境内的人，有几个人是实名在推特上发言的，几乎你找不到。只要找到的话，他要么这个人豁出去了，要么这个人可能是打算要跑。几乎在境内啊，你有正经的一个体制内的职业或者体制外的职业，你在推特上发言的话，都是非常非常犯忌的。2020年的年初啊，我去台湾去看大选，我在台湾待了15天，我看了很多那个造势啊，我在推特上一条帖子都没发。那后来我这个推特是怎么慢慢活跃起来的呢？就是我到了日本之后啊，突然来了疫情。疫情嘛，大家都知道啊，排山倒海的信息。一开始是中国的这个患者开始往全世界肆意，紧接着这个航空中断，然后各地的疫情开始泛滥。那这个时候呢，无论境内的人还是境外的人都有信息饥渴症。这个时候说句心里话，我没有忍住。虽然我还在想我将来回国啊，但是我还是没忍住，我就在推特上开始陆续更新我自己的内容。其实一开始的内容主要是跟疫情有关，我自己也不讳言啊。我一开始因为想着将来还要回国，所以我话没有说的那么太绝对，还是有所保留。我个人觉得这个可以理解。其实境内有很多人嘛，由于他特定的位置，他说话也不能说的那么绝对。我认为这不涉及到勇敢不勇敢，因为每个人他的言论都限于你周围啊，你言论的边界。这个勇敢不勇敢不取决于你说话的这个绝对的程度，而取决于你跟你边界之间的关系。你的边界如果特别小，你说出了一句不是特别极端的话，你或许也非常勇敢。但是假如说你没有什么限制，你哪怕喊再极端的口号，也不能证明你勇敢。所以当时我有这样的顾虑啊，有这样的想法，想回国，所以我说的话比较收着，我认为完全可以理解。那后来就在去年的4月份，我回国之后嘛，发现不行，再回到日本开始做 YouTube。这个时候呢，我油管的更新呢，相对来说就挥洒自由了，我不怕了嘛，我也不在乎了嘛，因为我也不打算回去了。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啊。那后来我做了 YouTube 之后啊，
推特的功能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早期是发挥我的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是当我做了 YouTube 之后，我大量的看法都在我 YouTube 的这个节目里头系统的阐述出来了，所以我的这个推特上啊不太发言了。更何况有些新闻呢，因为我要在 YouTube 上做评价，我在推特上就更不方便直接讲了，因为我希望我能够充分的把它讲明白，而不是那么几句话。那么推特对我来说主要是什么功能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啊。第一个就是我新闻判断的标准。一般来说啊，境内的热点新闻都会传播到境外的推特上，但是呢，这两个不同的社群呢，对一个新闻关注的点不太一样。境内的人有境内人的视角，推特的人有推特的视角。我觉得这两种视角的差异啊，经常是我判断一个新闻是不是有评论价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而有些新闻呢，虽然说某一个平台非常热，但另外一个平台比较冷，那我也觉得特别有趣啊。因为有些可能就是天然的限制，比如说许志永这件事情，境内就完全没法讨论，但是推特上很热，那我也会做。我觉得这就是我评价一个新闻能不能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像一个温度计一样。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搜集信息的这么一个渠道。很多人都嘲笑我，我经常隔几天的时候我会发一个推特，我说最近有什么值得唠唠的新闻呢？很多人就骂我，你看又开始在网上做乞丐行为了，又开始在这个地方要信息了。事实上，在今天，别说我在境外了，我就算在境内，其实大量的新闻现场我也去不了。那境内的那些媒体去新闻现场采访了吗？做不到了，对吧？所以呢，我个人觉得我在网上征集这些信息啊，在境内境外都差不多。幸运的是，现在这个时代基本是一个手机和视频的时代，只要有新闻，旁边就有人用手机来拍。那么我在推特上征集这些信息和线索啊，那么很多人把他们在现场拍的视频通过邮箱发给我，通过邮箱再把来龙去脉告诉我。有些呢，我还通过他们的联系方式跟他们再通过电话把来龙去脉搞清楚。其实是我 YouTube 做节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我个人认为，我的这个节目跟很多其他人的节目的区别就在于我这个节目言之有据。而这个言之有据哪来的？是一方面我在网上自己搜集的信息，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在网上征集的这些信息。很多人信任我，愿意把这些信息告诉我，愿意通过我这样的一个平台把这个新闻表达出来。实际上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我个人觉得王巨拍案过去1年发展过程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那些境内不能报道的这个新闻，我们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做了报道。而这些报道本身呢，让很多人觉得啊，哪怕问题得不到解决，但是至少呢，在情绪上也有一些释放，因为被记录了，然后被记载了，被人关注到了。但是现在这推特一夜之间被封杀之后啊，这个渠道等于就被掐死了，所以对我的工作影响还蛮大的。那么我个人觉得马斯克包括推特这件事情做得不妥当。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推特的平台啊，它当然可以自己制定规则，没有问题，因为你这是私人企业嘛。但是你首先第一规则啊，你应该明示，让大家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不被允许的。第二呢，你应该有警示机制。你比如说像 YouTube 上，他对版权他就非常在意，但是他有个规则，你违规3次才封号。你第1次他会警告你，说你这人小心啊，你不能再这么做了。第2次还会警告你，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他会被封你的号。另外他还有一些黄标啊，类似这样的惩罚措施，不给你配广告，让你没收入，让你渐渐的建立起来跟 YouTube 同样的价值观，同样的表达方式，你知道它的游戏规则是什么样的。但推特现在把我这封杀之后，我觉得最不可理解的是，他连封杀我的理由都不通知我。那你不就跟中共一样了吗？中共封杀我，到最后也没有解释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我千打听万打听，我也不知道最终是什么原因，不就是一个黑箱吗？不需要跟我解释，也没法起诉，对吧？我相信推特这个平台不应该跟共产党的管理方式一样，它应该有一个透明的游戏规则。你要处罚我没问题，我哪条违规了你告诉我，我也希望此前应该有个警示，
那你说这种行为啊，其实不可以。其实按照现在 AI 大数据检索的方式，很容易做到。后台提醒你发了一条帖子，这中间如果有脏话、有攻击他人的信息，自动提醒你、警示你，这种方式你注意啊。如果你再这么发的话，有可能会给你封号。如果不听的话，继续封号的话，也会告诉你哪一条违规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游戏规则。但是现在推特没有做到。很多人都说简中推特啊，推特他们也不重视，我不知道啊。但至少我现在的感受是，这种游戏规则它第一不透明，第二处理的过程中间不规范。你应该给我一个救济的渠道。现在我就算是提出一个申诉了，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申诉成功。很多人给我反馈的信息是，他们当时被封杀的时候，即便申诉，回答的也是一个含含糊糊的模棱两可的答案，申诉成功的可能性也不高。我觉得这样的游戏规则不利于一个公共表达的平台。虽然推特是一个私人企业，但它既然是聚集在一起让大家在这里公共表达的这么一个平台，它也应该有一个大家可以公认的一个游戏规则。而这个游戏规则的前提应该是法律，法律对言论自由保护的边界，而不是说随心所欲的可以去处理一个人。我知道很多人举报我啊，有些人还在网上贴出来什么举报我的截图，那截图上写说我传播其他人的私人信息，我觉得这不可能，我可以确信不可能。我对这样的信息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啊，我当年调查方舟子跟彭建一起诈骗安保资金，我拿到了方舟子和彭建所有的银行流水。当然我拿到的途径是合法的啊，但我也没有公布啊。我们只是把这样的银行流水交给了法庭，让法庭去判断方舟子是不是诈骗呢？方舟子当时非常紧张，说王志安，你要是公布我的这个银行流水，我跟你没完。我们没公布，对吧？我们把这个信息交给了法庭，最后呢，我们还申请法庭又重新调取了一遍他的银行流水，调取完了还给了我，所有的程序都是合法合规的。而且直到现在，这些证据在我手中，我也没有公布。但是方舟子呢，当时因为我去举报他诈骗安保资金，把我在北京的家庭住址就公布了。那你相比之下，谁做事情没有底线呢？我认为，其实我对别人的私人信息是非常非常在意的，我不会做那种由于不管是什么原因去公布其他人的隐私信息。所以推特如果认为我传播了其他人的隐私信息，他应该告诉我哪一条，我可以辩解，我可以解释。但是你不告诉我哪一条，你只是说我传播了其他人的隐私信息，那我一共发了1、2万条推特，我怎么去辨析啊？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样的游戏规则不利于这个平台的发展。第三我知道我在推特上的发言很多人不喜欢，一个是我说话的方式阴阳怪气，这是在微博上长年以来养成的那样一种习惯。有些人认为在推特上既然是言论自由了，你不需要用这种方式。但是我认为其实这种方式有的时候有它独特的魅力，甚至有独特的杀伤力，我就用这种方式。你不喜欢不应该成为我不能发言的理由，对不对？我也知道许多人举报我，因为我得罪很多人嘛。但是举报我的人多，也不应该成为我被灭口被牺牲的理由嘛。在我看来，不管有多少人不喜欢我的讲话方式，其实只要我不侵害其他人的合法权益，我就可以自由的发言。这就是一个自由社会的最基本的权利保障。但是现在你既然要是封我的口，你就应该告诉我到底什么人在举报我，举报我被封口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如果我犯法了，我违反了法律的边界，我真的侵犯其他人的权益了，那我认。但是如果仅仅是因为很多人举报我，就这样的把我封杀了，我认为这样的游戏规则不公平。我想说的是这不仅仅涉及到我个人，涉及到几乎每个人的权利。你想一想，如果有一个人大家不喜欢他、讨厌他，就可以通过举报让这个人不说话，那你想想，我们每个人的言论自由还能保障吗？言论自由保障的是什么？保障的是那些错误的言论，保障的是那些我们不喜欢人的言论。我们喜欢听的那些言论的权利，还需要你去保障吗？
如果一个社会中间令人讨厌的言论、你不舒服的言论得不到保障的话，这个社会就没有所谓的言论自由。所以啊，这件事情我不会善罢甘休。我要求啊，推特必须给我明确的解释。如果他不给我明确的解释的话，我就要跟他们斗争到底。因为我个人觉得，我不是在争取我个人的权利，我是在争取每一个在推特上发言的、用中文说话人的权利。他们如果不能给我明确的这种回复的话，我就要起诉他们。我在中国不能起诉中共，但是我在日本可以起诉推特，我在美国我也有可能去起诉马斯克。